一位德高望重的社区委员会大爷，竟然是一名连环杀人犯，而且呢，整整杀了31年。他经常给社区的居民送自己亲手做的腊肉和香肠，后来被证实那些肉全部都属于受害者。他还把受害者的骨头打碎之后混进混凝土里，亲手建造了一栋房屋，从地基到墙壁，从灶台到屋顶里面呢是无数的受害者的骨头。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件是墨西哥食人魔。2021年的5月14日傍晚，墨西哥的一名警察指挥官名字叫布鲁诺，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家里只有2个女儿，而妻子雷娜已经不在家了。那么晚了，妻子去哪儿了呢？他给妻子打了好几个电话，却始终没有人接听。布鲁诺第一反应呢是妻子是不是出了车祸或什么意外，他立刻就带着孩子跑遍附近的几家医院，一家一家的询问，却始终没有任何的消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一种越来越不祥的预感开始笼罩在他的心头。当时的墨西哥州这个绑架和女性失踪案频频发生，而且呢破案率非常低，几乎为零。布鲁诺呢突然想起来妻子的手机自带的这个定位追踪功能，他定位了一下，发现妻子最后出现的位置呢是一个街道附近。虽然手机定位并不精确，但是呢至少提供了搜索的方向。次日的一早布鲁诺就拉上妻子的姐姐和姐夫，来到了警方视频监控中心，亮出了警官证之后，调取了定位妻子附近的街道的所有的监控录像。他和警员一起看了3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自己妻子的身影。妻子雷娜呢，当时穿着浅蓝色的外套、牛仔裤，背着一个棕色的手提包，神情自然地走在一家药店门口，没有挣扎，也没有惊慌，说明那个时候他还是安全的。随后呢，他们继续的调取附近商铺的监控，终于拼凑出了他当天的行动路线，而路线的终点正是一栋位于玛格丽塔斯街22号的普通住宅。看到这个地址布鲁诺瞬间愣住了，因为他认识这里的主人，那个人叫做安德烈，今年72岁，妻子经营着一家手机配件店，而这个安德烈呢，长期低价出售各种电子产品和零件。2个人因为生意往来认识多年了，妻子雷娜呢偶尔会到他家里去拿货。按理说呢，一个70多岁老头不应该和自己的妻子失踪有什么关系，可如今呢，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这里，就得赶紧去看一下，找到妻子是最重要的。当天晚上8点左右，布鲁诺带着妻子的姐姐和妹夫3个人来到了这栋房子。敲门之后呢，门打开了一条缝，安德烈斯从门缝里看着他们，表情非常的平静，说自己没有见过雷娜。可是布鲁诺根本就不相信监控显示妻子最后出现的位置就是这里。布鲁诺提出要进去检查，安德烈立刻就拒绝了，双方发生了争执，争吵声也是越来越大，很快呢就惊动了周围的邻居。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安德烈呢似乎担心引起更多的注意，最终呢还是勉强同意开门。可是就在开门前，他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动作，他把屋里的灯全部都关掉了，整个屋子瞬间就陷入了黑暗。这个细节呢，当时谁也没有放在心上。布鲁诺让妹夫在门口盯着这个老人，自己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慢慢的走进房间。屋子里呢比想象中要狭小的很多，空气中呢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像辣又像是混杂着这些腐臭的腐败的食物的酸臭味。在检查卧室的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地方，在卧室角落那里，一张破旧的床垫压在地板上，而他发现地板上的那个木板缝中竟然透出了一丝丝微弱的灯光。随着木板被掀开，下面显现出了一个洞口，下面竟然藏着一个地下室。有一条简陋的木梯通向地下室的下面，布鲁诺呢举着手机小心翼翼地往下走，每走一步，那股令人作呕的气味是越来越浓烈。当他踏入最后一阶台阶的时候，眼前出现的这一幕让这个见惯了无数凶杀案现场的警察瞬间都僵在了原地。地下室的中央是一张塑料桌子，静静地摆在那里，桌上还躺着一具刚刚遇害不久的女性遗体。旁边呢还散落着锯子、刀具、水桶以及多个装着人体组织的容器。不远处，一只熟悉的棕色的手提包静静地放在角落里。布鲁诺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正是妻子今天早上出门时背的包。就在这时呢，安德烈知道事情是暴露了，试图要逃跑。布鲁诺的姐夫赶紧就追了上去，就在大门口呢，2个人扭打在了一起。正好有一辆巡逻的警车经过，以为2个人是打架斗殴，将安德烈按在地上，戴上了手铐。
警方迅速地封锁了现场啊，整栋房子很快就拉起了警戒线。调查才刚刚开始，第一批进入房屋的消防员和法医就被里面的景象彻底给镇住了。房间里呢，到处都堆放着女性衣物、鞋子、皮包、化妆品、身份证件以及手机，数量之多，根本就不属于一个人。还有女性的衣服、皮带、手提包、化妆品、发卡、吹风机。对于一个单身多年的老光棍来说啊，这些女性物品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客厅里的沙发上呢，满是血迹和不明液体，木凳子上还沾着已经干枯的肉块和血迹，墙角散落着砍刀和菜刀，地板、墙壁、厨房、院子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检测出了人体血液的反应。警方呢还找到了30多张女性受害者的照片，里面有穿着衣服的，也有没有穿衣服的，还有被害之后拍摄的，等等等等，反正是各种各样。更让人震惊的是呢，在冰箱里还放着一个舌头，灶台的锅里还有干枯的血迹和肉块，上面呢还撒了一些调料，旁边有一块玉米饼，盘子里还有一块类似牛排的肉块，已经被咬了一口。后来经过检测，这些都属于受害者的。地下室的中间那张塑料桌子上面应该是进行分解的地方，塑料板的纹理上啊都渗进了暗红色，墙上钉着晾衣绳子，上面呢挂着条状的皮肤，一条一条的啊整齐排列，摇摇晃晃的。天花板上呢有一个用木头搭建的支架，而支架上面呢固定着一台索尼摄像机，镜头朝下，正好对准了那张桌子。安德烈竟然将31年来杀害受害者的所有的过程全部都录制了下来，留给自己慢慢的回味。调查人员在房间里找到了大量的录像带，每一盒的上面呢都有着安德烈用手写的标签，甚至标注了受害女性的名字、身高和体重。警方决定继续扩大搜索范围。随着家具被搬空，院子里的花坛、厨房地面以及地下空间也陆陆续续的被挖掘。没过多久呢，调查人员就发现了大量的人体骨骼碎片。一天之内，他们就挖出了500到600多块的骨骼碎片。有些骨头是被烧过，发黑发脆啊，有一些呢上面还覆盖着石灰，试图掩盖气味。有些和泥土和水泥混在一起，很难分离。还有一些呢被混进了建筑材料里面，建成了地基，也建成了这个墙壁、花坛等等等等。安德烈之前呢，他做过建筑工，这栋房屋呢就是他一砖一瓦亲手搭建的，也就是说，这栋房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用骨头混着这个混凝土建造而成的。仅在这一处房产当中呢，检察院登记在案的人类骨头的数量就超过了4300多块，其中呢大部分都是女性头骨，只有一具是一具男性的遗骸。警方推测呢，此人应该是安德烈建房子的时候雇佣的一名男性工人，在房子完工之后就被灭口了。安德烈被捕之后呢，审讯当中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大概每周杀2个，从1989年或1990年一直杀到了2021年。31年当中呢，每周2个的话，就这样算那大概是3000多位受害者，这就太恐怖了。然而呢，到底有多少受害者，并没有具体的准确的数据。那么安德烈为什么要杀害那么多人呢？安德烈1947年11月29日出生在墨西哥南部的一个非常偏远的山村。他的父亲呢，在村子里面比较有威望，在当地受人尊敬。但是他的父亲喜欢喝酒，可以说是嗜酒如命，喝多了之后就会发酒疯打人。13岁那年呢，父亲因为长期酗酒，身体垮了，最终去世。之后呢，安德烈离开了山村，他做过很多的工作，他当过伐木工，进过工厂，做过建筑小工，后来摆摊卖衣服，但是呢都没有做很长的时间，直到他找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工作，在一家屠宰场里做屠夫。他在那里总共做了6年的工作时间学会了一整套的从活体到商品的完整工作流程。后来呢，他把这一套流程用在了人的身上。警察后来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几本人体解剖的书籍，那些书呢都被翻得很旧了。安德烈呢还在通过学习人体解剖学来不断的完善他的手艺。37岁之后呢，安德烈离开了屠宰场，来到了现在的这个社区，买下了一块地，靠着自己的泥瓦工的这种手艺，亲手建造了案发的这个房屋。他给自己留下了2间房屋和一个地下室，剩下的房间隔成了小间出租。院子门口呢还有一间门面，租给了2个医生来开诊所。在这栋房子的一住呢就是31年，一直单身无儿无女，但是他总共有18位性伴侣，其中呢有6个稳定的，其中一个最长的维持了20多年的时间。
其实呢，安德烈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生理缺陷，那就是会阴异常，也就是生殖区域存在模糊或者非典型性的解剖结构。具体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是学医的，我也不太清楚。大概的就是那东西能用，但是呢，外形上有缺陷。就是这种缺陷呢，让他和女性亲密接触的时候，经常被对方嘲笑。心理专家表示，在这种嘲笑当中日积月累之下，安德烈开始对女性产生了仇恨的心理。当他在杀害和分解女性的时候，有一种能够主导和支配女性的变态的那种快感。安德烈和其他的多数连环杀手不同的是呢，他非常善于隐藏。在他所在的社区里，总共有14000名居民，人人都夸他是一个好人。他从2016年开始正式担任了社区居委会的主任，负责协调居民和政府之间的各种事务，包括协调邻里关系、组织社区活动等等等等。他帮老人去政府窗口交税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足球、买玩具，帮助贫困家庭购买物资、修灯铺路。在这个社区里呢，大部分的居民属于中低层的这个阶层，一般呢是很少吃肉的。安德烈呢经常给邻居们送去自己亲手制作的腌制的这个腊肠和香肠。当时呢，有一些居民发现了这个腊肠的脂肪是米黄色的，就觉得比较奇怪。安德烈解释说，是从老家带来了野猪肉，所以呢有一些不太一样，但味道非常好。他还时不时的回老家那个偏僻的村庄，给他们送一些二手的女性衣物和首饰。当然了，他也会给他们送一些腊肠和香肠。如果他们提出疑问，安德烈就会说呢，这是城里特殊的品种的猪做的腊肠，所以味道比较特别。就这样这位德高望重的社区居委会主任，和蔼可亲的老大爷，安安稳稳的在这个社区里生活了30多年。当然了，安德烈在这30多年里呢，也并不是一点破绽都没有。曾经呢，有一位社区的女租户曾经向警方报案，说安德烈身上总是有一股屠宰场的那种难闻的味道。但是呢，因为安德烈过去本来就是做过屠夫，人们以为他又干起了老本行，所以就并没有怀疑他。一位女邻居回忆在20多年前亲眼看见一个女人浑身是血的从安德烈的家里跑出来。还有一次，一个年轻女孩追过来问他哪里有巡逻车，因为他的朋友被安德烈给关在屋里出不来了。后来呢，那件事也就不知道怎么了，就不了了之了。还有在一天的晚上，邻居听见那个安德烈家里有女人在惨叫，他叫来了兄弟和姐夫，翻墙进去，逼安德烈把人给放了。安德烈不肯开门，他们硬闯过去，那个女人才浑身是血的跑了出来。就算是这样了，也没有人来调查安德烈。安德烈之所以能在31年的时间里不被发现，最重要的是当地的社会风气和警察的失职。墨西哥的有一位女性市长，名字叫露丝·奥尔维拉她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在墨西哥一个女性被害的几率最大的3个要素是年轻、贫穷和女性，这3样加在一起的话就是死刑判决。在墨西哥的一个贫穷的女人的失踪报告和垃圾桶里的废纸没有任何的区别。安德烈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的目标很多都是担心的母亲来自周边更加贫穷的地区，以给他们提供帮助为由，将他们骗到自己的家里杀害并且分解。安德烈被捕之后呢，负责追究安德烈的这个检察院干了一些事情，让民众们非常的愤怒。案发之后呢，墨西哥州的总检察长做了第一件事，那就是造谣死去的雷娜。检察院的官方叙事是这样的，是丈夫布鲁诺常年家暴妻子雷娜，于是呢，雷娜和72岁的安德烈成了情人，两个人是恋爱关系，并且维持了长达2到3年的时间。后来雷娜提出了分手，安德烈不同意，一怒之下将她杀害。听到这个版本呢，你是不是很奇怪？这个检察院为什么要虚构这样的一个版本呢？实际上呢，就是为了省事儿。因为在墨西哥的刑法体系当中，将杀人案定性为杀害女性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之一，就是凶手和受害者之间存在恋爱关系。这样一来呢，量刑远远重于普通的谋杀罪。靠捏造谎言才给杀害女性的凶手定重罪不得不说，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法律体系真他喵的令人震惊啊！当时呢，办案人员把布鲁诺和雷娜的家属分开就关进了不同的房间。检察院告诉布鲁诺说，你签了这个字呢，这个案件呢就可以按杀害女性罪来起诉，量刑更重，你和家人还能得到3倍的经济赔偿。如果你不签呢，安德烈很有可能被判无罪释放。
妻子惨死还要再往这个妻子的身上泼脏水啊！作为丈夫的布鲁诺以及妻子的所有家人肯定就不同意这种说法，于是就拒绝签字。检察院呢没有放弃，他们又找到了安德烈的2个租户啊，这2个人根本就不知道雷娜是谁，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于是呢，雷娜是安德烈的情人这个说法被透露给了媒体，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这导致了布鲁诺和他的2个女儿被人们指指点点。除此之外呢，检察院还干了其他的一些烂事啊。这个犯罪现场的重要物证包括相册、受害者的贴身衣物，甚至呢还有骨骼的碎片啊，被内部工作人员偷偷的拿到黑市上明码标价公开叫卖。对于此事呢，检察官没有任何的补救措施。还有就是呢，雷娜遇害的照片也被发到了猎奇网站，被网友们公开的观看。这些如此重要的物证竟然能被带走、被贩卖，也不知道这个墨西哥的警方和检察院是如何管理物证的。2022年，此案呢进入了庭审阶段，最终呢法院宣判判定安德烈杀害女性罪名成立，判他终身监禁。安德烈在法庭上面无表情，他没有恐惧，也没有任何的愧疚。安德烈最终因为谋害了8名女性被判了8次终身监禁，而实际被害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8名。更多的受害者被永远的留在了档案柜的最底层，从未被开启。检方认为呢，只要给安德烈判刑就可以了，给那些无人认领的骨头确认身份就是在浪费时间，而且会让人们认为政府部门失职，所以查了还不如不查呢。2022年6月27日，纪录片《食人魔全面愤怒》在墨西哥的3个电视频道同步播出，引起了民众们的愤怒，从而呢就推动了墨西哥政府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女性的法律，建立了全国女性暴力犯罪的数据库，并且可以对失职的公职人员进行追责等等等等。这套保护女性的法案被称为雷娜法案，用来纪念被安德烈杀害的最后一位受害者雷娜。2023年4月25日，这个法案被正式的列入了墨西哥的法律。但是要说明的是，根据统计，直到今天为止墨西哥仍然每天会有11名女性失踪，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